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13日晚间19点08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今天出现了一个低开后的持续下行，这样呢它已经逼近了前低30585啊。道指盘前合约提前的下行呢，意味着今天晚上道琼斯工业指数将要出现一个低开，甚至呢会跌破120周的均线，这样呢让整个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画面。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啊，比特币今天低点已经达到了23892啊，23892已经跌破了24000美金。同时呢，我们在日线上观察到了连续几个交易日持续的下行，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啊，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啊，在本周已经正式开始了。实际上呢，为什么说是在本周开始呢？它是连接了上周的一个收开盘。今早8点呢是上周行情的一个收开盘时间点，所以我们直接就看到了两根周线级别的下跌。这两个周线级别下跌呢，我认为是新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首先呢，我们看上一轮行情啊，这个位置呢接近48000美金出现了一个4月4号这周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呢是8戒阴线组，8戒阴线组呢是由3根阴线构成的。为什么是3根呢？因为前面第一根是一个8戒的主阴线，后面2根是8戒要杀死的妖怪，都是围绕8戒主阴线运行的。第3根呢是第3组呢是沙僧阴线组，沙僧阴线，然后是唐僧阴线，完成第一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我们看到了它是4小时级别的，黄色的这图形就是4小时级别的震荡。震荡完成之后，在焦点位置发生了跌破也就是从上周六周日到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出现了连续2个周的下跌。这2周呢，我们分别是悟空阴线，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下跌的悟空阴线和8戒阴线。那么2根新线出现之后，2个周线级别阴线出现之后，我有理由相信它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新的一轮下跌吸油，也就是悟空阴线上面的这个悟空阴线、8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目标位我认为第一目标位会到2万美金这个2万美金呢，我在之前的行情分析当中反复提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8年的行情，18年的熊市，第一轮下跌，它的下跌幅度就达到了70%。那如果从当前的最高点69000美金开始算，跌70%，我们的第一目标位就是2万美金。那以太坊呢？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不信呢，很多人都不信。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前几周的节目当中都在估计以太坊的低点是要跌破500美金的直到今天以太坊跌到了1200美金以下，才有人相信我说的是对的。那一轮行情它会通过周期变换、方向变换，最终呢走出来。只有走出来的时候，你才相信 K 线吸油战法很多东西都是对的。那当前呢已经出现了2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第2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还没有走全，已经走出了一半。那么在月线上呢，我们看到了月线它的下跌吸油已经走到了一个沙僧位的位置上，从最高点也就是12月份开始，这里面有一个月线级别的阴线，这个位置呢我管它叫悟空阴线，月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是沙僧然后是8戒阴线组8戒阴线组走了非常多的震荡持续了将近5个月，然后6月份这个月呢终于走出了一个沙僧阴线月线级别的沙僧阴线。最后呢，我认为如果这轮熊市结束第一轮熊市结束，走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一定会走出这个完整的月线级别下跌吸油最终呢走出一个唐僧阴线，月线级别的唐僧阴线。那么比特币的低点我认为会达到14000美金以下
14000美金以下，因为上轮熊市比特币跌幅达到85%，这轮熊市如果跌80%的话，274，对吧？14000美金，这是我们对于比特币这轮熊市的低目标位，14000美金以下，你可以随意开火。这里指的随意开火呢，是可以在14000美金以下开始建仓。开始建仓什么呢？开始建仓你的现货呀，开始建仓你的多倍合约啊，要在14000美金以下开始建仓。那么今天虽然跌幅非常惨烈跌幅达到了目前是13.57%，跌幅这么多，但还远远不够远远不够。我们看到了本周是周一周一的跌幅这么大呢，我们看到了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将要打开一个更大的下跌空间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看的是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它已经要往这个120周均线去跌我们看到了盘前合约盘前合约是它的一个先行指标已经开始试图试探前低已经开始试探前低，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证明今晚道琼斯工业指数将要出现一个低开低开之后，如果持续下行的话呢，它的下跌空间呢将要打开这是整个金融市场上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我们认为比特币也好A 股也好，还有这个美股也好，都是一根绳上的几个蚂蚱，或者一根绳上的几个绳结，一个绳结下跌的话其他都要动何况美股占全球资本市场的80%，它的下行，它的跌破一定会带动比特币的这个小盘子不断下行所以呢，我在很久之前48000美金这个附近的时候，也就是4月初就一直在说压力位跌破了，哪个压力位跌破了呢？43000美金跌破了33000美金跌破了，比特币的下跌空间要打开了，比特币出现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比特币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要震荡反弹，结果震荡反弹了20多天，然后我一直在说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是一个做空的信号是一个大的下跌熊市做空的信号，趋势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一直想要有的反弹仅仅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它没有出现日线级别的。比特币是这轮金融市场行情最弱的，因为我们看到了美股出现了日线级别反弹， A 股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但比特币仅仅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非常弱势，非常弱小，非常无助，全部的资金都在比特币这个池里出逃，都在出逃反弹级别非常弱势。所以呢，在当前的行情下我认为目标位还没有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位是在14000美金虽然在2万美金附近它可能会来回盘整震荡长达很长时间，但是呢，我们在当前点位上，在急跌的过程当中在8届阴线的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8届阴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还有下跌的预期，所以呢，积极布局空单耐心的布局空单。如果美股出现反弹，比特币跟随的话积极的布局空单。那目前的行情当中，如果出现反弹的话，上方压力位非常远压力位在2900因为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甚至4小时级别上它是一个急速的下跌它是一个急速的下跌，上面的结构在很远的位置上，在29000在29000。那么当前的下跌在4小时级别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结构它没有形成完整的结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一个结构的发生，它要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这个反复提及过。但是呢，我在4小时级别线上无法画出，因为整个下跌过程没有出现像样的反弹，没有出现像样的反弹的话，就一直看空一直看空，直到它出现一个结构一个正常的能够出现反弹的结构，一定是一个三角形结构，甚至这个三角形结构是向下开口的，向下这样开口的。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构的话，有可能在近焦点位置上发生什么呢？发生反弹。当我们看到这轮行情4小时级别
急速下跌，急速下跌，急速下跌啊，不断的下跌，没有结构，它是垂直坠落啊，黑鹰战机垂直坠落，没有结构，顺势而为啊，方向是空头方向，位置呢，我们在下跌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找到位置，只能是直接干入啊，直接干入啊，除非是有很好的反弹啊，你能在比如说现在是4小时级别下跌啊，现在已经构成了日线级别下跌，在这个时间级别上，日线级别发生之后，如果能出现小日线反弹或者4小时线反弹啊，这两个时间级别都是你可以在反弹过程当中做空的，但是呢，在垂直的过程中啊，在自由落体的过程当中，顺应行情啊，直接去布局空单就可以了啊，直接去做空就可以了。止损位呢设置在前1个小时的包股的位置啊，比如说现在你进场的话，止损设置在23907，当然呢，希望你是低倍合约，如果高倍合约的话，自行控制止损位。然后这张图呢是我今天做1分钟线的。我最近在测试我的 K 线西游战法和均线啊，这两个相结合去做单，然后我用很小的倍数啊去很小的仓位啊去做了很高的倍数，然后今天收益达到了11倍啊，达到了11倍。当然我是在1分钟线上去做的啊，我是在1分钟线上去做的，而且今天是单边行情特别好把握啊，这个趋势上特别好把握，只要出现像样的反弹，我就可以顺势做空啊，而且我和这个均线相结合之后啊，发现 K 线西游战法和这个均线结合之后啊是非常好开单的啊，所以我用这个K 线西游战法做了一些测试啊，结果发现啊今天的这个收益啊竟然达到了11倍啊，当然了，我是开了将近是6个小时单子啊，今天开了6个小时单子啊，一直在不断的测试这个啊，并且我把我的止损呢，因为我是高倍合约，止损设置在15%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止损啊，我给行情留了一点波动的机会啊，但是呢，通过测试发现啊，只要你做这个 K 线西游战法的顺势的动作啊，特别是根据这个均线啊，5分钟均线和1分钟均线啊，根据这个均线的变换啊，你看我这个均线上只有2条线啊，一个是5日均线，一个是10日均线啊。5日均线呢是蓝线，10日均线是粉线。那我一般来做的是，只要5日均线站上10日均线，只做多不做空；只要5日均线跌破10日均线，只做空不做多。啊，这个多空转换就是这么来的，完全是根据这个均线来的，这是缠论的主要观点。那我现在做的就是缠论结合 K 线西游战法啊，结合它的这个轮动关系啊，结果发现这个收益率居然能够达到1132啊，然后我就打算暂时休息一下，就是这个高倍合约，因为实在太累了。然后我的团队正在搞这个量化，我希望后面的行情当中，我通过量化机器人来参与这个市场，因为你个人搞合约高倍合约是非常耗费精力的非常耗费精力的，你要一直盯着盘防止它爆你的仓因为行情是不断变化、不断波动的即使是设置好了止损你还要观察一下盘面的动态这样的话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做其他事我做这个高倍合约的时候，我发现我只能去盯着这个盘面，然后盯着自己的仓位，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即使我有很好的策略但是也不可能一直看24小时的不停的去跟着这个盘面走所以呢，我认为后面的行情应该是让我们量化团队出来把这个跑一跑这个量化量化还是很能节省体力的很能节省体力的做行情嘛，我希望大家也轻松一些自己也轻松一些，而且还能在行情当中赚到更多的收益所以呢，这些工作应该交给机器人就是很多这个快速波动的在快速波动行情中获利的这些我认为应该交给 AI
啊，应该交给 AI。那更多的资金呢，大周期的话啊，要自己去操作啊，大周期的话要自己去操作。那小周期短撸的情况下，我认为交给 AI 会好一些啊。这是我对今天啊撸合约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和感受。然后以太呢，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前面行情当中已经说过了啊，并且它确实是在领跌于市场。主要原因呢，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在三角形的焦点处发生跌落。还是看一下吧。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日线级别啊，它的焦点处跌落。跌落之后，我就说啊，这个位置非常不容易收回来，并且昨天我说了，它的下跌结构没有完全形成结构。什么叫没有完全形成结构呢？就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三角形，构成三角形有焦点啊。昨天的行情当中，它一直处在下跌趋势，没有出现焦点，并且焦点即使画出焦点的话，离我们非常远。所以呢，我一直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没有完全走完，以太坊会领跌于市场，这是我在昨天说的啊。前面几堂课程也非常多的提到了这一点。同时呢，它会走出一个平行结构。什么平行结构呢？怎么涨上去的？平行跌下来，急涨之后震荡，然后急跌，方向变换，周期变换啊，最终呢形成对称性结构。以太坊呢，我还是会看到500美金以下的，特别是在今天急跌之后啊，后面的时间可能会有反弹，但是目标位我是不会变的啊，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出现了第二轮周线级别下跌稀有，这是和比特币类似的啊，这里也是一个悟空啊，日线周线级别悟空阴线8级阴线啊，看图啊，8级阴线下面还有沙僧、唐僧啊，第一轮的下跌目标500美金啊，500美金以下。我们看到了，我画了一个圆弧啊，这个圆弧我感觉啊非常好啊，非常有用啊，非常能代表行情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你看它是绕着这个圆弧做波峰过来的，然后绕着圆弧同样也是做波峰下来的啊。大家回去啊可以用 iQuant 啊或者其他行情软件啊 TradingView 之类的啊去画一下，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大趋势给我们带来的魅力啊，这是能让我们赚大钱的啊。我们进入数字货币市场啊，不是赚那么几百块啊几千刀的利润的啊，我们是要来在趋势当中啊赚能够改变我们阶层的，改变我们阶级的，提升我们维度的啊，改变我们整个生活面貌的啊。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啊，更好的去观察这个市场，尽量的能够做趋势单，在趋势中找到位置啊，布局自己的仓位，分布式布局自己的仓位，利用 K 线稀有战法啊，布局我们的仓位。那么我的这本 K 线稀有战法啊，今天已经全部校对完毕了啊，样书我已经收到了，然后再次我进行了校对啊，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基本上没有怎么睡觉啊，一直在校对啊，现在已经校对完了啊，给出版社马上啊，明天进入印刷流程，印刷大概15天，然后7月份会上线淘宝、拼多多啊，我个人手里面也有一些会赠送给我的 VIP 会员同学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一直以来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